敌人，危险。姐姐说的是虎王。虎王就是九婴。虎王逝去时，神力早已尽数消散，只是我们太思念虎王，所以当九婴化皮成虎王再次出现时，我们才蒙蔽了自己，以为虎王也和我们一样，获得了无限重生的能力。皆是神谕，让我们在世间制造杀戮和仇恨。他说这是世间平衡之道，我们也深信不疑，但小薇识破了他。姐姐恨我吗？不会，我永远不会恨你。你不会问我来做什么吗？若是虎王派我来杀你，你也不恨吗？我恨。如果死在妹妹手上，至少不会痛苦。王爷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我不想要什么。你也不要了，你也不要了吗？我不想让自己的双手一直沾满鲜血，我不想一直被九婴操控，在世间挑起杀戮和仇恨。我不想做一个照亮乱葬岗的月亮。小草啊，小草啊，你要别为我担心。要什么？小妹，你做什么？姐姐，我没有跟虎王告密，我永远不会背叛。我来就是想问你，你可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说的那些话？我从未忘记。那你为什么撇下我，自己走？因为这条路太危险了，我不想让你走，因为我的敌人太可怕了，所以我不能说，你也不能说。只想不能说对你的愧疚，
也不是。丽姐，真有狐妖？有，但突然就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姐姐，月亮出来了。不想被寒冰诅咒吞噬，就别再使用妖力了，现出真身吧，柳微雪。真是柳微雪。可我刚刚一直和她在一起，难道我中了炎灵术？他不敢用炎灵术，否则寒冰诅咒早就来了。那她为何会突然使用妖力现出妖身？小薇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是如何认出我的？我们一开始误入歧途，以为小薇是个女人，否则早就抓住你了。小薇，你原本一直隐藏得很好，直到新婚之夜，忍不住使用妖力，引来了寒冰诅咒。那夜，我们所有人都看见，小薇被寒冰诅咒追袭，后脚被冻伤。你很聪明，利用醉酒假意崴了脚，以掩盖寒冰诅咒造成的脚伤。普通崴脚之伤几日便好，寒冰冻伤却很难恢复。方才我随你去茅厕，发现你依旧行动不便。你见我起了疑心，于是便谎称地上有积水，摔了一跤。你暴露的可不止这一点哦。妖怪画皮万千，但妖心妖性却很难改。几百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，一时半会儿确实很难改变。表少爷自小金贵，只是天蚕四段做的闯入。一个习武之人，风餐引路，沐天席地，怎么可能娇气到只用天蚕丝缎呢？那韦大人可真是奢侈，床榻上都是天蚕丝缎。好舒服啊！小薇自断灵尾，早已失去了嗅觉。这么远都能闻到啊！
那你再闻闻，快去洗洗吧。那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洗个澡。玉小姐闻到的其实是武时光乾坤袋里黄釉小妖的味道。丽杰拿走了乾坤袋，武时光身上已经没有了味道，可你却还假装闻得到，继续撒谎，以掩盖你失去嗅觉的事实。小维，你还想继续狡辩吗？盛伟，我怎么会这样？盛伟，盛伟，盛伟！玉小姐已经被你挖心而死，还在演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盛伟，盛伟，你醒醒啊，盛伟，盛伟，盛伟，不是这样的，放开我，盛伟，放开我！徐云还有一口气，但他的心脏严重受创，失血过多，法印只能暂时压制住出血，但也无力回天，顶多挽留片刻。我见他被狐妖穿心，已然断气才未停留，可现在人竟然还活着。是你杀了他，狐妖！我跟你拼命！我想报答他，怎么可能会伤害他？他可是我找了几辈子的王生啊！提前收拾好的包袱，栗子糕，聘谢。没想到最后真相大白，玉小姐才是王上。可是这围巾的脚底为什么会有窥月印记？那只是一道旧疤。伤疤可以被法术抹去，但无相月的印记，生生世世无法去除。你是半个月前袭击玉生围的时候发现的吗？
是已经迟了。我将姻缘符给了魏青，没想到，却给了我所寻之人一道催命符。我不允许申为死，所以，我去了韦府。我要彻底解决狐媚咒的反噬。可惜，狐媚咒的反噬解不了。只要爱意不绝，咒术便无解。就算杀了，也没用。可以解，只要求夫之人变心即可。我明白了，你用姻缘符让韦青爱上别人，正好在你面前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——罗维。玉生为，乃无一生之交挚友。你早就知道，他其实与韦夫人是闺中密友，他会进韦府，也是因为玉生为。罗维一直想要拆散他们俩，不是因为韦家主，而是因为韦夫人。都说韦妙阁求姻缘最是灵验，我若去求一道符，是不是你的眼里就只有我了？你暗中推动罗维去求得姻缘符，于是韦家主便对罗维动了情。他变了心，对玉生为的情感自然也就消失了，那狐媚咒也就解除了。那为何狐媚咒解除了，你还是要韦青死？因为他不愿意和申为和离，不放他自由，他该死。你竟然利用狐媚咒的反噬杀人，所以你调换了符咒。不是我，是罗维，他先我一步，偷走了姻缘符。刘表弟，在找东西？你怎么衣衫不整？腰带呢？罗管事说韦家主的腰带弄坏了，他拿去替他缝补一下。没用的。可是那些法师说，我骗了他们。这个符咒，只有中符之人才可以撕毁，别人无法毁掉这个符咒。只有韦青自己撕毁符咒，才会引发反噬。如果你真想他死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申为的香囊也在你这里吧？如果玉生为真同你和离，家主就要成为整个洛安城的笑话。我该怎么办？这香囊怎么在你手里？我让罗维在自己和韦青的符咒上附上一层薄如蝉翼的纸，把上面的名字改成了韦青和玉生为。撕了它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你骗我！你成功了，韦青。他自己杀死了自己。那袭击玉小姐的狐妖又是谁？他没有被妖狐袭击，我在韦府内设置了保护结界，只要任何妖邪作祟，我都能感知察觉。妖无法作乱，但人可以。罗维，你比妖厉害。1、2、3、4，这4样东西就是今夜狐妖杀人案的所有秘密啦。阿吉真厉害，
快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韦青死后，韦夫人很显然要计划立刻离开此地。准备好的包袱里，除了自己的衣物，还有罗管事的。所以玉小姐是要准备和你一起离开，对吧？但玉生为毕竟是名门闺秀，若突然失踪，那玉家定会报官，全城搜查。那她要如何才能彻底脱离这个地方呢？我知道你不爱他，如果不是那个符咒在搞鬼，你根本就不会嫁给他。我不想在这深宅大院困死一生。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可你若失踪，玉家和官府必会追寻。我有办法。想要彻底消失，只有一死。假死脱身，干净利落，的确是个好办法。聪明，但玉小姐更聪明，她完美利用了韦府闹狐妖一事，让所有人相信她死于妖怪之手。那我们在他房外看到的狐妖之影，你们计划好了，利用皮影调虎离山，让所有人都去抓狐妖。这样，他们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。待我们回来，不见尸首，也无计可施，只能怀疑是被狐妖叼走或者吃了。在我们两个狐妖眼皮子底下耍花招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班门弄斧。不，是丽姐面前耍大刀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坐直了，像什么样子？哦，好凶哦！还有你，还有吗？有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如何才能把我们前院的人也引开了。你们还记得韦夫人最擅长绣什么吗？她可是乐安城有名的绣娘，尤善刺绣飞禽走兽。飞禽走兽，没错。来，在到前院集合举行仪式之前，罗管事就已将这块狐狸绣布高高挂起。之后，他只需要引众人过来，亲眼目睹妖狐现身。狐妖，是狐妖！可我们赶到染房的时候，也没见着那块绣布啊，又不像男人的心似的，总不能眨眨眼就凭空消失了吧？不是所有男人的心都会眨眨眼就消失的。是吗？这块就是韦夫人绣的狐狸黑布了。狐狸呢？这就是罗管事最厉害的地方，他确实让狐狸眨眨眼就消失了。罗管家也会妖术吗？不是妖术，是风筝。哇，好大的风筝啊！我老家有个习俗，说是遇上不好的事情，
就买个风筝放飞出去，风筝飞得越高，霉运也就跑得越远。风筝上刺绣抽出的线头，随着风筝越飞越远，无线丝线一点点被抽走，妖狐就自然消失了。果然，这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真言。有意思。两个凡人费尽心思布置了假狐妖，却没想到真狐妖冲了出来。小维哥哥，你是在帮他俩吧？我只是想拖住你们，为圣位争取点时间，但结果反倒害了他。心怀恶意之人，比妖怪更可怕。你们别想污蔑我，夫人就是被狐妖挖心而死的。随真言，看见了棺材也不掉泪。韦夫人的伤口，一看就是妖兽的利爪所伤。那是因为你用的凶器很独特，你是真聪明啊！你把我们引到染房之后，就立马去找了玉小姐。狐妖在染房。我们走。走。我不想再一无所有，不想再从头再来，我不想再流离失所。你一直给我做我喜欢的栗子糕，都是为了让我开心，不是吗？还有你给我准备的，放在我的包袱里，其实你是想跟我一起走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从来都没有给你准备过什么栗子糕，我一直在准备的是别的东西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模仿韦青的字迹，我用韦青的字迹写下了契约书。现在韦青死了，如果你也死了，整个韦氏部中就尽归我手。
只可惜你太过紧张，忘记了被烧热的红烛，哪怕只要轻轻一碰，都会留下痕迹。这上面的指印还需要比对一下吗？罗管事。申维，是你杀了申维！奎月，不，那只是相似的刺青。这是我生来就有的印记。我们不是说好的一结金兰吗？那我也刺一个。不配，你不配！我确实不配。你们是神通广大的法师，是穿金戴银的名门望族。你们试过吃不饱穿不暖，每天被人欺凌、受人践踏的日子吗？世灵宗总说要保护世人，怜爱苍生。那我问你们，救城郭的人算不算苍生？救城郭彻夜不绝的啼哭，你们听不见是吗？可玉小姐从未欺凌过你，是她亲手把你拉出泥潭，再是心中不甘，也不该将怨恨指向她。我只是不想再饥寒交迫、朝不保夕。我不想放弃眼前的富贵安逸，有错吗？有，但我认了。淋过雨的人，本应更愿意为别人撑伞，而你却把别人好意借你的伞据为己有。妖懂感恩，你连妖都不如。世间多薄凉，难得有心人。我一直在找那个有心人，生生世世，茫茫人海，苦不堪言。而你却杀死了那个唯一真心待你的人。几百年了，这人心，我终究还是不懂。这是小维世家死咒的礼单，他给我了。哦，哎，没有了，你看，哎，快看，没有了，消失了，消失了。哎，我尝尝。好香啊！来，大法师，你也尝一个。